其實我覺得要賺很多錢其實不難，但是要把錢留下來，然後淨資產破億其實是比較難的。然後呢，我真的曾經賠過5000萬台幣，我以前可以1個月出國1次，那現在有小孩，我1年還是會出國6次。對。早餐配偶也期看你美好的一天。那麼今天我特別來到了台灣，然後來到拜訪我的 Jamie 老師，就是他在我賺錢啊，還有包括這個事業成長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貴人，所以今天就特別來跟他聊一聊關於他賺錢的一些事宜。因為呢，他在台灣呢其實非常厲害，他現在也是身家過億。我们就向這種有經驗的人來去學習一下，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得到的。所以今天我準備了很多道非常犀利的問題來要問 Jamie 老師。OK， 那 Jamie 老師我就不多介紹，之前都有上過我們頻道很多次了。OK， 好，那第一道問題就是你目前身家過億，這樣就你以前賺錢的這個動機是什麼？坦白說，我年輕的時候啊，因為我家裡狀況不是很好，那我都開玩笑說我們是那個少數台灣那個鐵皮屋加蓋會漏水的家庭。然後我大概高中的時候，父母就為了要讓我們有學費，他們就去美國當那個台傭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當時我爸爸在美國發生車禍，然後呢，他就跟我說，他不想死在美國。然後我當時就警鈴大響，我心裡想說，為什麼家裡不算有錢，但是我過得這麼自在？所以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去做業務工作。所以我一開始賺錢的目的，其實真的只是為了讓家裡過好一點，然後呢，也不希望自己未來那麼貧窮。但是做一做呢，不知道為什麼呢，就漸漸的有了個使命感。什麼使命感？对，我當時是想說，我人一輩子來地球玩這一次，對不對？那如果沒有環遊這全世界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所以我當時就有個想法，是我要有錢有閒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環遊世界。但重點是，你自己有錢沒有用啊，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去玩很無聊嘛。所以我當時就想要幫助我身邊人變有錢。所以當時會是什麼讓你有這樣的一個想法？是你找到你的天賦嗎？還是你突然間？我當時還不太知道我天賦是創作者。我當時只是覺得，人這輩子如果只在工作，我真的覺得太無聊了。所以我當時就是真的想要把全世界玩完。所以後來對應到我的天賦，的確就是創作者，就是喜歡有趣好玩的事情。那中期的時候是為了跟朋友出去玩，然後想要環遊世界。但現在後期的時候，是我覺得想要幫助更多人，就是在財務上面變得比較好。因為我看到很多人他可能負債很辛苦啊，然後或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職場上面很不順，沒辦法快樂的工作啊，甚至我發現有些人他賺錢賺的就是沒有那麼的滋潤，就是沒有那麼的順利。所以我初期、中期、後期3個階段其實不太一樣。像現在就是真的打從心裡就是賺錢是為了幫助別人，就是隨着人生經歷的過程當中，都會有心態上的這個轉變。對，隨着年華老去，對，想法不一樣。一開始的動機其實蠻重要，就是你沒有那一種決心的話，你真的不會去改變，你就一直做原本的事情，然後就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新的一個。我們人有2種動機，一個是逃避痛苦嘛，然後一個是追求快樂。坦白說，追求快樂很難讓你成功。但我當時是為了逃避爸爸可能死在美國的痛苦，對，所以呢，那時候就是因為太痛苦了，所以我就19、20歲就出來工作賺錢。我印象中郝業也是這樣。對，我們是家庭窮嘛，所以我就每次會想起了我父母老去的樣子，然後他們還在工作，对，所以那一個畫面就會驅使我，就是要努力、要自律、要去改變這樣子，要去做貢獻。那第2道問題，你可以總結一下，就是有哪3個關鍵或者是原因，造就你可以今天做到身家過億的這個情況？其實我覺得要賺很多錢其實不難。但是要把錢留下來，然後淨資產破億其實是比較難的，因為在這個一路上啊，你會發現有很多新奇好玩的事情吸引着你，那錢不知不覺呢就會怎樣，就會不見。所以我覺得3個重點是：第一個，我覺得我有一個強大的主業，跟我有一個強大的影響力，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是做業務出來的嘛，所以我其實算是 top sales。很會銷售，然後很會講，影響力很大。所以呢，我有一個無可取代的技能，然後呢，還有一個我自己覺得收入很強大的主業。我相信蠻多有錢人他們都有個主業是可以帶來收入的。因為這樣我聽到一個關鍵，就是你要有一個自己很強大的技能，是比別人突出的。然後這個技能呢，它是運用在你的一個主業上面，所以它是可以給你帶來源源不絕的一個收入。然後是你要嘗試新的東西，就算失敗了。也沒關係，對，沒錯。所以第一個原因是這樣，然後第2個原因呢，就是呢，我會把錢存下來。
為什麼呢？因為我的想法是這樣，因為大部分人認為錢啊就是要拿去投資，然後就會倍數成長。就後來發現，一投資以後呢，就是虧了，就沒皮啊，就沒了這樣子哈。所以我其實有個分配，就是我可能譬如說，假如我一個月假裝可以賺100萬好了，那我就會鼓勵自己至少把一半存下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的想法是我趁年輕的時候，我先把我老的時候要用的錢留下來。剩下另外一半呢，我愛玩什麼、愛賠什麼都可以嘛，對，或是說剩下另外一半呢，我可以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就不知不覺呢，其實我就開始留下錢。所以我有個理念叫做賺存翻，先認真賺錢，第二個步驟是存錢，認真存錢，第三個原因呢才是去投資。但我投資呢，我覺得會讓我身家上億的第三個原因是，我雖然投資，但是我會有個邏輯避開風險。其實什麼意思？就是我以前就是很愛亂投資嘛，因為錢還算蠻多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會找我覺得有趣的。然後呢，我真的曾經賠過5000萬台幣，對，我算過到現在。然後有一天我就忽然醒來，因為我當時發現我存的錢大概只有1-2000萬，那我心裡想說，天哪，我怎麼賠5000，然後只存2000？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就設定自己就是要存錢以外，那我就要設定一個譬如說，如果這個投資我覺得它的風險很大，或是說它只是因為好玩我想投，或是呢資金是不安全的，那我就寧願不做。所以呢，我就有3點嘛，第一個技能很强大，第二個先存錢，第三個呢投資呢我會找個幫我風險控管的人，只要他風險超過一定比例，或是只要他是好玩的，然後呢我沒有去研究裡面細節的時候，我就不能想說幾百萬就拿出來就是偷看，然後因為這3個原因後，默默的就身家破億了。厲害。好，那我問一下，就是你剛剛說到投資嘛，那你在投資的時候，你會看什麼東西呢？主要會看這個項目是什麼？其實我第一個會看時機耶，像疫情這3年啊，我其實都沒有做投資，因為疫情這3年，我坦白說，大家都處於一個很恐懼的狀態。說真的，就是也沒有什麼好投的。那這時候如果你硬要出來做什麼，坦白說就是會有點辛苦。所以呢，這3年其實我會覺得時機不是很好，大部分會出來的一些投資案都有點炒作，对，或是有點騙錢這樣子哈。所以呢，我第一個我會先看時機，那第二個當然我也會去看說跟我講這個資訊的人是誰，對，因為呢我們跟一些人互動的時候有過去成功的經驗嘛，總是有一些人老是跟你分享一些會賠錢的案子嘛，那有些人會跟你分享一些會賺錢的案子嘛，那我第二個會去看這個人。那當然第三個呢，我會去看呢，就是這整個投資的制度跟架構。那有個重點是，只要錢進到別人的賬戶，或是這個錢沒有在我的賬戶裡，我能控管，我可以接受投資賠錢，我不能接受錢被人家拿走。就是他在那個現金流的狀況，他是被分配到對，所以呢，我第三個我就會看，就是錢安不安全。那再来就是還有一種很特別的事情，就是我會感覺一下那時候的感覺，有感覺。就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這件事情要做的時候阻礙重重啊，或是心神不寧啊，或是有一種 Lady 卡卡的時候，那我就算了。那如果那時候感覺好爽哦，然後如有神助的時候，這個是最後附加的哦，這只是我自己參考值，但是前面3個是最重要，最後附加的。如果前面3個成立了，但我覺得不舒服，或者我覺得怪怪的，我還是會放棄，因為我覺得賺錢機會永遠都有嘛。這樣你可以分享一個，就是你之前投過的一些案例，就是一個你覺得非常棒的成功的案例，然後你當時的那個投資的那個決策的時候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好，我在2016年的時候，你們知道最近很紅那個魔獸嗎？魔獸就是來台灣嘛，然後他是雲豹的總經理就是帶來的嘛。那我在2016年就有投這家公司的股票，那當時就是我們俗稱的未上市股票。然後呢，我當時呢就分析了一下，就是這個時機點呢，好像太陽能這個時機點好像不錯。然後再分析跟我講這個人呢，我20歲就認識了，然後感覺也不錯。最後呢，再看完裡面整個架構。那坦白說，我覺得未上市股票，就是成功的幾率非常非常低，對，大概只有1%的幾率。可是當時啊，我就忽然間有一種可以試試看的感覺。然後我當時就買了170張，171張，一張15塊還20塊，我有點忘記了。那後來我就把它放着，然後呢就想說，會不會自己判斷錯誤有沒有？然後那個疫情期間很安靜有沒有？然後某年某月某一天呢，就不知道為什麼呢，就有人就跟我說，他用65塊跟我買，然後我就賣掉了，賣掉一半。然後我想說一半留着，然後呢，後來你就知道這2年的事情了嘛，然后它就變成大概前幾天看好像是98塊還是100塊左右。那我覺得當時呢，它就是一個我覺得蠻神奇，然後
他的整個邏輯都是對的，然後最後我是用感覺，我覺得這個案子可以進。所以在你的情況當中，你還是會比較傾向於感覺跟能量這一塊去做這個決定。對，因為像你有試過，就是你的感覺很對，但是那個結果不好了。我目前比較沒有試過，就是感覺很對，但是那個結果不好的。但是我有試過，是我看所有的報表都是对的。然後可是我感覺不對，但我控管風險那個人他是屬於喜歡看報表的人，然後他就是天賦是積蓄者，他非常會看報表，然後他也會非常控管那個錢的流向、安全度，然後他幾乎都沒有出錯過。但有一次他就跟我講說，有個案子看完報表什麼都非常棒哦，可我就感覺怪怪的。然後呢，我就跟他說，我覺得这個人怪怪的，我有點不想進。但他就跟我說，他剛好想要學這門生意，然後呢，要不要試試看啊，什麼之類的。然後他跟我講一次報表，然後我還是跟他說，我覺得怪怪的，但是因為我挺你，有沒有？對，義氣相挺。那一次就賠錢了。所以這邊有聽得到，就是你會有其他的朋友來協助，你是比較擅長對於人，所以你就會從人的能量上去判斷這個東西好不好。然後你可能有其他朋友是數據型的，來協助你這一塊。所以要他數據都看得很完整，然後我感覺又對了，我們才會同時做這個決定。但只要我們有一個人感覺不對，但我們硬是進場的話，都不太好。像幾年前我們台中有開建設公司嘛，那他數據報表看得很好，我感覺也很對，就這個公司就蠻賺的，一直分紅這樣子。所以我們倆後來就有個很好的搭檔。對，他看數據，然後我感覺對不对？超好笑的。那你自己一整天的这個工作行程安排是？像最近有小孩了。對，有小孩。其實我一個月啊，大概一個月裡面有一個禮拜是在當志工。對，就是去能量學當志工。那剩下的3個禮拜呢，其實呢，我會有大概，因為我母親在幫我照顧小孩嘛，所以我大概花帶小孩時間一天大概就2-3個小時吧。因為小孩很小的時候，你一直陪他玩也是蠻無聊的，就是玩的那個邏輯是一樣。我剩下的時間呢，其實拍片啊，因為我拍自媒體的片嘛，一個月會花一點點的時間，然後呢，跟學員互動啊，然後諮詢學員啊，照顧學員啊，然後出國玩。以前就是大概每2個月一定要出國玩1個禮拜，所以呢，我的行程算蠻自由的。因為我們今年我做了一個決定，就是我把我的學院給我4個工作家人共治。OK。对，然後他們共同經營，所以呢，我就基本上就是只要出現就好了，蠻開心的。下次可以試試看。就是你是做品牌，对，人家看到你的出現跟說話就行了。对，蠻好的。就是這樣品牌生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露了一下臉了，類似這樣，對，這樣子。那你自己本身有什麼樣的這個語言愛好？其實我最愛的就是出國。我以前可以1個月出國1次，那現在有小孩，我1年還是會出國6次。對，像7月就是要去馬爾地夫玩，而且會從馬來西亞轉機。然後呢，在疫情前都是這樣過，那疫情過後我決定還是要繼續這樣過。对，還有很多地方沒去過。出國是因為你想要去那邊吃嗎？還是就是享受？還是出國就是我年輕為什麼賺錢的終極目標？我覺得來這個地球玩這一趟，一定要把全世界看一看，體驗一下。對，體驗一下。然後呢，沒去過都要去過，就是喜歡刺激啦，喜歡刺激眼球，我喜歡有趣的事情。那另外在家裡，我其實的興趣是看韓劇，看追劇有沒有，然後就覺得這樣子也蠻開心的。其實我是一個比較無趣的人，對，就是還有我蠻喜歡學習的，所以如果有一些課程，我就會去報名上課，就是可以成長一下。对，我還有個樂趣，就是我很喜歡研究最近有什麼新的商業模式，然後什麼東西出現聞起來會賺錢，然後怎麼樣讓別人賺錢，我也覺得很好玩。像我最近就幫助了一對很年輕的學員，然後呢，他們應該3個月他們的營業額就1000萬了，我就覺得好好玩了。但他們的領域是我沒辦法做的，對，比較陌生的，好像就是 TikTok， 對。那這邊老師，那除了你自己主業的這個學院以外，你會投資啊，或者是經營其他的這個事業嗎？其實有譬如說剛剛你說那個悶聲就發財的那個自助洗啊，我跟我老公也有開嘛。然後呢，那個共享空間的那個租賃環境啊，我們也有開。然後呢，有些是當股東，譬如說我的朋友在美國做狗旅館，那我有投資他們。那我個好朋友在澎湖蓋民宿，我也是股東，快要蓋好了哈，歡迎去澎湖玩。其實挺多的。你在投資的時候，你是什麼情況下你會開始想要說我去投資這個事？是
就是我通常會這樣子，忽然遇到個機會，然後呢，我分析完整個報表，然後我感覺對了，我就會進場。所以你就是一直很開放，这所謂只要有可以賺錢的機會，你就會願意說了解，然後去投入。我會派我的好朋友 Morgan 先去了解，然後他了解完以後，只要數據報表沒錯。然後呢，他敢投資的，我才會去了解。因為你是那種就是會自己去找投資機會的人，還是？不會。那因為剛好我一直都在有機會的環境下，大家都會給我各式各樣的機會，所以我不用自己去找，然後機會就會來找我了。對，那你能量好的時候呢，其實誤會就不會來找你，就是不好的投資盡量會遠離你，好的投資來找你的時候，你就判斷一下。那這時候就是看你有沒有時間，跟你要不要進場。對，還有就是這件事情做起來有沒有那個意義。我以前早些年比较愛到處投資啊，所以你現在聽到這些東西都是疫情前做的，那現在反而少一點點，因為有孩子啊或什麼之類的，就是追求比較穩定一點。對对對，追求比較穩定這樣子。所以現在你在招聘員工或者事業夥伴的時候，你會去看他們什麼特質呢？這個是個非常好的問題哈。對，第一個就是如果是工作家人的話，其實我會先看他跟家裡的關係，家庭關係，因為我發現有一些人家庭關係比較不好的人，他們與人互動的能力真的也比較不好。然後第二個是我會找，現在會找就是可能是我學員，在我學院做過志工的，或是在能量學做過志工的，因為我覺得他們基本上連沒有錢的事情他們都願意付出的話，那我覺得基本上有錢的話他們可能更認真嘛。第三個我會看他們是不是願意聽我的話，然後呢照做，原因是我覺得只要他觀念然後想法是正確的，然后能力不要太差，我都可以培養起來。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工作家人跟我的學員，他們第一個是心態面对不对，第二個是他们願不願意聽話，因為只要他們願意聽話，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調整。那我比較怕的就是那種不聽話，然後又負面，有沒有？對，然後呢，可能你怎麼講，他都勇於認錯，絕不改過這樣哦。我講2個案例好了，譬如說，我有個工作家人叫世明啊，那他自己負債蠻多錢的，那照理說我是不會用這樣的人的，因為我覺得就是能量比較不好。但是呢，他當時就是來學院當志工，然後就跟他說，那前3個月當志工哦，然後也沒有錢哦，他就說沒關係，因為他覺得他願意跟在我們旁邊，沒錢他也願意。然後3個月之後我才跟他說，好吧，那你轉為正職好了。然後呢，後來他就一路跟了大概3、4年，對，可能就很認真這樣子。然後另外有一個同學，他是在我們學院當志工，然後呢也是很認真。那有一天我們剛好要招行政，然後他就說他來應徵。那我心裡想說，你來應徵我也不見得會用你吧，對不對？可是他來應徵的那時候呢，他就跟我說他在學，因為我就先調查嘛，他在學院做過什麼樣的志工。最後他那一天很開心的拿了他自己買了一台 Apple 的電腦，然後說他來應徵的。然後呢，因為他覺得進學院每個人都要自己買一台 Apple 的電腦。然後我那時候有點感動，因為我知道他的原本的工作收入只有3萬多，他自己先準備好他要的工具，然後先調查一下說，我喜歡什麼樣的狀態，他就來應徵。他也是技師特質的，然後我當下就只好錄用他了。後來發現也是很好用。那像那個小妞的我們新的工作家人經理，也是先在小妞身邊做了1年的志工。所以可以這樣說，就是因為你比較強勢，所以你不喜歡同樣跟你就是有一點強勢的人。就是在你的团隊，我覺得可以強勢啊，但是我覺得就是，畢竟如果是我的工作家人，或是你來跟我學，那我覺得我就是你的師長或你的上級，那你強勢是可以在別的地方。如果今天是你來跟我請教，然後我教你，還跟我強勢的話，那就蠻妙的。沒必要，沒必要啊，对啊，就是整個生意都會影響到。对，所以就是他在对的地方強勢就行了，然後對我就千萬不要這樣子，硬碰硬是不太好的。對於很像我是29歲嘛，所以我們接近30的人，或者是30左右的，你有什麼建議？這樣的年輕人要給我們呢？好，就是呢，我覺得就多吃點苦吧。對，真的，因為其實因為好業算是吃了蠻多苦，但是你知道現在很多年紀30歲左右的29，他們其實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環境。坦白說，就是我們那時候說的爛草莓的那個族群這樣子。那我說真的，你只要比別人願意多吃一點苦呢，其實呢，你就會比別人厲害。再來就是你要珍惜那個願意提攜你的貴人，好，那個貴人可能是你的上級，可能是你的師長，他就算對你比較嚴厲，他都是為你好，對，所以呢，我自己認為就是只要願意多吃苦，多學，我覺得是最重要的。我是這樣覺得，就是好像有時候我們年輕氣盛，
因為不想聽就是比我們年長的人。但是當我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，我就明白到就是原來他们講的都是真的就是這樣子。其實我坦白說，郝葉是以8年級來講的那個 YouTuber， 我很欣賞的，因為他真的是蠻謙虛的，而且很有禮貌。對，就是有些人可能會因為自己忽然很有名氣，他就忽然間得了大頭症。但我覺得我在郝葉身上這3、4年來，我都覺得天哪，完美又真誠。不會。好，謝謝 Jamie 老師。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，那有另外一集在 Jamie 老師的頻道，大家可以去他的頻道看一看哦。Jamie 老師的頻道也有講很多關於這個財商知識啊，還有很多賺錢的這個機會的這個分析的。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本身現在很像賺錢卡卡的，可以去了解一下這個天賦理財這一塊。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去做過這個天賦的測試，然後結合了自己的這個經驗還有自己的特質之後，我就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事業做得非常的棒，所以非常推薦。好，那謝謝大家，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嘍，拜拜。